每到周末，华人二代周天然的餐厅总能坐满慕名而来的食客。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波德申当地的华人。吸引他们的除了这里的中餐，大家都是冲着招牌菜咖喱面包鸡来的。为了这款特别的面包鸡，早上7点，周天然父子俩就忙活开了。秘制的底料是咖喱粉加上20多种香料调配而成的。跌落咗咖喱料咧，炒香佢，落水呢個雞子15分鐘。23年前，周天然和妻子靠着这道面包鸡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让餐厅生意重新焕发生机。妻子去世后，周天然决定把制作这道招牌菜的工作交给儿子周一辉。受当地饮食影响，这里的华人吃东西喜欢带点辣味，熬制咖喱汁时加入椰奶，可以中和咖喱的辛辣，适合喜歡清淡嘅廣東人。其實喺馬來西亞咧，咖喱嘅比方咧，其實好多嘅，每一個餐館都唔一樣，所以呢個係我媽係慢慢去研究出嚟。煮好的咖喱汁倒入分裝好的雞肉內，迥異不同的香料匯集在一起，構成咖喱雞令人意想不到的濃郁香味。制作咖喱雞的同時，另一邊面包皮已經攪拌完成。周一輝要將面團按照相同的重量分切，拍成一個個面團，這樣才能保證每個面包最後達到相同的口感。店裡的面包機都是當天製作，當天賣完。平日裡每天要製作200個面包，節假日的時候，一天更是達到500-600個。等面團發酵完成，在表面塗上蛋液，一個個胖嘟嘟的面包就可以進烤箱了。做好的咖喱面包機像一個個金枕頭，吃的時候輕輕剪開上層面包，藏於面包肚子裡的咖喱雞依舊新鮮熱辣，雞肉嫩滑爽口，烤制的黃油面包蓬鬆耐嚼，蘸上咖喱醬汁風味更甚。這裡的面包除了有咖喱雞味、咖喱排骨味，還有咖喱雞和東坡肉組成的鴛鴦味，所有的混搭都是華人口味和當地口味的結合。炎熱的天氣裡，在食物中加入了咖喱，除了能增加色香味兒，更讓人胃口大增，吸引了不少咖喱愛好者。周天然從14歲開始學廚，如今已經當了40多年廚師了，跟附近市場的檔主都很熟。除了咖喱面包雞，店裡的招牌龍虎烩海鮮也是周天然的拿手菜。這道名字霸氣的菜肴其實是一道傳統宴客佳肴。足斤重的青蟹遇到了大蝦，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。周圍更有蛤蜊、魷魚、肉丸來圍觀，十分熱鬧。最後加入咖喱、當歸、桂皮等調製的湯底，像是一款融合了馬來西亞風情的盆菜。吃的時候鹹中帶鮮，還帶有微微一絲辣意，搭配上米粉，吸收了滿滿的湯汁，入口瞬間幸福感爆棚。
虽然是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，周天然的口味在适应本土的同时，基因里最喜欢的依旧是中餐。今天，周天然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晚宴。今天的晚宴也为学校带来了55万的款项。原来，每年这里的华人都会举行慈善宴会，为当地的华文学校募集办学资金。周天然参与的餐饮公司免费提供了整场活动的菜肴。在马来西亚成长的华人，大多从小在华文学校读书，不仅要学当地语言，普通话更是标配。这也是当地华人即使是第4代、第5代，仍然能说出一口流利中文的原因。现在，餐厅经营稳定，有空的时候，周天然会回到小时候长大的渔村走走。当年，爷爷从茂名到这当渔民时住的小房子还在，不过这里的华人生活改善之後，都陸續搬走啦。捉魚嗰陣時唔係話好揾錢嘅，米缸日都有空㗎。今日買米就今日食晒，聽日再買過㗎。這些年，從當廚師開始，到租店面開餐廳，最後攢錢買下店面，周天然一家不僅僅凝聚了3代廣東人在馬來西亞的奮鬥史，更是千萬華人下南洋的生活縮影。地處中美洲最南部的巴拿馬共和國，早在160多年前就有華人踏足修建鐵路。世界第8大奇蹟巴拿馬運河，華工的貢獻不可磨滅。如今巴拿馬近400萬人口中，就有近20萬是華人，而華人中又有90%來自廣東。嗱，呢度聽聞咧有100幾年歷史嘅，又係文物嚟嘅。花姐，好啊好啊好啊，早晨早晨，好啊好啊。多謝。阿添，早晨。早晨。杨子荣是香港人，1983年只身來到巴拿馬工作，常來唐人街看看國人的身影，聽聽熟悉的鄉音，一解鄉愁。頭嗰2年咧，就一個人喺巴拿馬啦，冇親冇戚啦。我哋又嚟唐人街買啲雜誌啊，同埋租錄影帶啊，等下豐盛下嘅生活啊，等佢冇咁悶啦。漫長的融入讓大家難分彼此。勤勞的老廣們為巴拿馬的建設做貢獻的同時，粵菜也在這個國家遍地開花。經過30多年的打拼，楊子榮如今管理着當地3大華人餐館之一的龍鳳樓。每逢節假日的用餐高峰期，楊子榮也會扎進後廚和工人們一起做點心，為節日做準備。我由10幾歲開始做㗎啦，呢度嘅大老闆咧就聘請我哋咧就嚟巴拿馬，嗰陣時係24歲左右啦。咁啊嚟咗呢度咧就結識咗我太太啦，就喺度結婚啦，拉尾就逗留喺度啦，一路咁做落去啦。楊子榮本就點心師傅出身，來到巴拿馬之後，教會了許多當地人製作中式點心。現在後廚多數都是他的徒弟或者徒孫，負責當地10幾家中餐館及快餐店的點心和甜品的製作。佢好快手啊！西人嚟講，佢做得最快㗎啦，係啊。呢個咧就叫 Pretty 人，佢做咗14年㗎啦，佢哥倫比亞人，佢都好幫到手㗎。巴拿馬地處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，海產品極其豐富。每天早上太陽升起，正是漁港繁忙之時。
杨子荣早早的就过来选购海鲜。好啦，你跟我陳家龍。呢個蟹咧就係巴拿馬嘅特有嘅深水蟹，佢就係出產於巴拿馬嘅大西洋嗰邊嘅，係印第安人區嘅特有嘅深水蟹。個殼咧就好厚，肉咧就好肥美，個鉗咧就好大隻嘅，好重。呢個蟹都有4磅幾嘅，係啊，好大隻。我就要呢一隻啦，我又買呢一隻啦。搭咩姐？巴拿马人对菜肴的味道非常专一，几10年不变，而且鸡和海鲜上桌不能见骨头。为了迎合当地人的习惯，买回来的螃蟹，杨子荣需要特別嘅處理，才能搬上餐桌。好多西人都怕麻煩啦，佢想食得係安靜啲啊。依家我哋都有部分中國人都中意咁樣食嘅，尤其是招待啲客人啊，比較食得斯文啲啦。係啊，西人嚟講咧，中意係比較濃郁啲嘅味道嘅。其實攞啲蟹肉出嚟咧，都唔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嚟嘅。呢個就係蟹鉗嘅肉啦，呢個就係蟹腳嘅肉啦，呢個咧就係蟹身嘅肉啦。拆好的蟹肉盛放在蟹殼裡，螃蟹的做法比較簡單。先把蟹肉入油鍋炸至7成熟，薑蔥爆香，放入蟹肉翻炒。起鍋裝入蟹殼，巴拿馬人喜愛的薑蔥炒蟹大功告成。薑蔥的清香把蟹的香味襯托得恰到好處，蟹肉潔白嫩滑清甜，在薑蔥的激發之下，味道更顯濃郁。呢個魚咧就係叫細眼魚啦，係可以講係巴拿馬特有啦。佢嗰個魚質好幼滑嚇，我哋中國人啊鬼佬都好中意嘅。入油鍋至焦黃，西紅柿、薑蔥加調料炒熟，再把魚放進去，猛火煮幾分鐘。西紅柿煮細眼魚，色香味俱全。細眼魚外面酥脆，裡面鮮嫩，又帶點西紅柿的酸甜，是白飯的最佳搭檔。克勤克儉的楊子榮把老廣使用食材到極致的特點發揚光大。飯店裡魚貨多，廣東人鍾愛的魚肚，也就是魚鰾，被他拿來做另一道深受當地人喜愛的羹湯。我哋依家將啲魚肚咧就泡水，就泡佢係2天。呢個咧就係我哋泡咗2日水嘅魚肚啦。魚肚切絲，配上竹筍、杏鮑菇、雞肉，先混合入鍋高湯煮，加入生粉勾芡，熟後裝入煲內。港式魚肚羹清潤爽滑中，同時還有軟糯脆甜的口感。晚上，楊子榮約上華人朋友提前慶祝母親節。母親節當天上午9點不到，龍鳳樓內已是人山人海。餐廳門口也排起了長長的隊伍，楊子榮忙得不可開交。身在異鄉為異客，楊子榮離鄉背井35年，才擁有了現在的事業。老廣們在遠離鄉土15800公里外的巴拿馬，歷經艱辛，憑着勤勞的雙手，創出一片新的天地。一大早，天氣陰霾，可李國士還是要堅持出海。
李国士来自香港，港人对吃鲍鱼有着特别的执着。鲍鱼在香港的市场需求非常大，李国士看到了商机。1994年，25岁的他孤身来到鲍鱼王国南非闯荡，开始折腾鲍鱼生意。今天出海的任务是要把培育好的鲍鱼苗放养到海底，让鲍鱼在海底承受海水的压力，促进鲍鱼肌肉的发育。这个海域也是印度洋和大西洋与南极融水交汇的地方，水流湍急，养分丰饶，是得天独厚的鲍鱼产地。根据南非的法律，鲍鱼一定要长到1斤以上才能被捞上来售卖，但这个過程至少需要10年。如果喺岸上面養殖，係會俾到佢一個好嘅環境，係受保護到，但係唔能夠100%做得到嘅就係，始終喺岸上我哋係模擬佢嘅野生嘅天然環境，但係冇嘢好得過佢真係喺海底裏面生活，而呢樣嘢會對個鮑魚嘅本身嘅品質咧係非常之重要。喺個殼上面有好多寄生物，好健康。我就係想見到咁健康嘅鮑魚，咁先好食。鲍鱼被誉为海味之冠，南非鲍鱼是极为珍贵的品种，口感细腻爽甜，纹理繁复精致，是出了名的鲍美人。当地人称它为珍珠之母，香港人则叫它孔雀鲍，因为南非鲍鱼的背面似孔雀开屏。鲍鱼吃什么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鲍鱼的品质。李國士在海岸線採集優質的海藻，回去養殖基地裏培育。我檢查下，啊呢個都可以，夠壯健啊！呢啲可以啊。Just put everything back to the paddle pond. Good enough. For the feed. 李國士在鲍魚不同的階段給予不同的藻類，達14種之多。這讓他的鮑魚有了多層次的鮮味。我希望佢能夠盡快好健康咁樣成長，最快嘅速度去成長。咁我就要俾最好嘅嘢佢。鮑魚佢食嘅食物對佢嘅生長係非常有影響，所以我必須挑選最適合佢哋生長同埋最好嘅食物俾佢哋。咁因此咧，我就要喺海裏邊揾一啲我認為係最好嘅海藻俾佢哋。因為香港人酷愛溏心乾鮑，所以李國士和南非本地的鮑魚養殖戶不同，他的鮑魚專供製作溏心乾鮑。鮑魚的清洗很是講究，去殼，剪去內臟，放在清水中浸泡和沖刷。鮑魚的保護色褪去，露出白身，才算清洗乾淨。多少的鹽度和溫度去煮鮮鮑，對於製作溏心乾鮑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。我喺一個日本師傅嗰度學翻嚟嘅，咁我就將佢嘅技術再改良，因為溏心先至能夠係一隻乾鮑魚最好食嘅終極境界。鮑魚肉厚，外層風乾後形成保護層，細菌不能侵入，其內部便不會腐敗。因其內部尚未完全乾透，在贮藏過程中會逐漸自溶而形成溏心。這需要乾鮑的肉質堅硬，紋理緊密，才能保護和滋生內裡的溏心。極品溏心乾鮑烹調之後，每一刀切下去都富有彈性，有少許粘刀的感覺，吃進口中帶有甜味兒，一口咬下去，糖味兒將鮑魚的香味兒徹底揮發出來，進入口中越嚼越軟糯，這是鮑魚食客追求的最高境界。溏心呢個部分咧，其實係鮑魚嘅靈魂。咁
點解叫佢做鮑魚嘅靈魂呢？就因為溏心其實就係鮑魚裏邊最重要個部分。唔單止帶俾我哋好好嘅口感，食落去好好食之外，仲係俾最好嘅營養我哋。因为野生鲍鱼濒危，南非政府对鲍鱼捕捞有严格规定，餐厅想售卖鲍鱼都要申请牌照，鲍鱼因此身价不菲。这让有些人盯上了李国士的鲍鱼场，下海偷盗的、抢劫鲍鱼运输车的，李国士全都遭遇了。多得好緊要，差唔多每日都偷，多不勝數。这不，李国士干脆请来了保安公司，全天候保护鲍鱼周全。曾经半年内抓获200多名偷盗分子。今天，李国士在南非的搭档理查邀请他去家里做客。50年份的野生大鲍鱼切片，有个特别的环节是用木锤敲打，这是为了让鲍鱼肌肉放松，使得鲍肉吃起来更加软糯。理查用南非传统的波鸡火锅，放入洋葱、西红柿、胡萝卜、鲍鱼片，加入白葡萄酒，酒里的果酸酶能更大程度地撩拨起鲍鱼的鲜味儿。焖盖煮完，放入各种菇类、忌廉，再放入龙虾，再焖煮30分钟。一道充满南非风情的鲍鱼焗龙虾就出炉了。李国士也不示弱，烤炉上放锡纸，铺满粗盐，将鲍鱼带壳放上去，撒少量盐在鲍鱼腹部，再把锡纸卷起来密封，用盐分的热量来烤熟鲍鱼。一道中国风味的盐焗鲍鱼，香气四溢。溏心干鲍香浓滑爽，理查一家也被李国士影响，爱上了溏心干鲍。鲍鱼的鲜甜和爽滑，冲破辅料的包围，在味蕾中慢慢荡开去。鲍鱼龙虾汁成了最好的拌饭酱。洋葱、萝卜、西红柿、鲍鱼、龙虾的味道在汤汁中融合成了一个整体。李国士，一个曾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，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，在他融合的调味里，除了乡愁，还有雄心。对坚毅勤奋的中国人来说，海外淘金，只要肯想肯干，就是点金之数。侨居他乡，成就自我，天长日久，竟把他乡作故乡。他乡的滋味杂糅眼前，故乡的味道源远流长。